李总，听说你今天要讲课，机会难得，我就带我部门的人一起过来听了，不介意吧？不介意，谈不上讲课，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嘛。你这个想法好。如果我们投资部和风控部两个部门紧密联系，统一思想，那今后的工作一定会更有效率。是，我觉得也是。那我先开始了。如果有什么讲的不对，或者是需要补充的地方，那就董总您来补充。您请。我们公司啊，的评估标准，大家应该也都挺熟悉的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培训你没有参加，为什么？我不知道有培训，没有人通知我啊。你几点下班的6点半。我听说你这段时间每天6点20准时收拾东西，6点半准时下班。坐在你旁边的人都不用看表。别人看没看表我不知道，我是做完工作才下班的。那我这个位置应该你来做呀。我每天9点、10点、11点下班，我的工作还做不完呢。每天那么着急回家干什么？我们家阿姨7点就要走，我回家带我女儿。这是你家里的问题，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吗？你看看别人都是几点下班的，看看和你同样职位的李莎几点下班的。别人家就没事没孩子，谁不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你要知道，公司需要的是爱岗敬业的员工，不是一个事事搞特殊的刺儿头。静静，我今天得麻烦你了，我公司有事儿，晚上7点我回不去。是让我帮你看会儿糖糖吗？没问题啊。谢谢啊。那豪姐走的时候，我就直接让她把糖糖送到你那儿，完了我下班我就去接。行，你就放心吧，不用着急。李莎，你得多喝点水啊。啊？每天把工作汇报的那么详细，口干舌燥的，还得盯着我几点下班，真是辛苦你了。约你一次太难了，前后都约了你多少回了，可算赏光了。我想着也是，吃顿饭就吃顿饭吧，省得你来来回回的也挺烦人的。一回生2回熟嘛，今后咱俩还得常走动啊。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偶尔搭个伴出来吃点好吃的，不好吗？好吗？没觉得呀。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吃饭挺好的，跟你说过吧，我习惯了，自己吃自己的，不用顾及别人的感受，多好呀。你老是一个人吃饭，不觉着孤独吗？习惯了。习惯也分好习惯和坏习惯。我喜欢就是好习惯吧。那也许有你更喜欢的呢，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比如说像这样的餐厅，一个人来吃，不显得奇怪吗？这有什么可怪的？我自己吃顿饭还得顾及别人的感受，我累不累呀？实在不行，打包呗。那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牺牲一点口感，换点自由，挺值的。你如果时常需要应酬，偶尔一个人，这叫自由；但你现在是每天都一个人，那叫孤僻。随你怎么说吧，孤僻就孤僻吧。我的时间呢，只分为上班跟下班。上班的时候，
的确得应付挺多人的，什么样的奇葩都有。那下班了，我就自己陪陪自己，放松放松，多好啊！再说了，2个人吃饭不影响口感吗？菜上了这么久都凉了，你吃了吗？在它最好的时候吃了吗？你吃到它最好的口感了吗？行了，别说了，赶紧吃吧。啊，谢谢，让你帮我看孩子看到这么晚，谢谢。康康，妈妈回来了，听话了没有啊？听话了。你们俩打架没有？没有。这么乖吗？拿书包，咱们回家了。妈妈，我还想再玩一会儿。你们俩明天还见面呢，快点。哎呀，让他们再玩一会儿，你过来。累一天了，吃口饭再走啊！我不了，你坐下。哎，你看我都给你留饭了，这是松茸鸡汤，来，谢谢。吃吧。谢谢。哎，你之前不是每天都按点下班吗？怎么突然就忙成这样了？我这不是正式回公司上班了吗？可体验了一把加班文化。这加班都是加给老板看的。我记得我上班那会儿，天天都是996，也习以为常了。看吧，我叫你别自讨苦吃，你偏不听我的。合理的加班我是能接受的，你要真有事儿加班行，没事儿坐在那儿耗时间有什么意义啊？还有打小报告的，都多大年纪的人了，都上班了，以为自己是高中生吗？你就是没有工作经验，打小报告这种人职场上到处都是呀。哎，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找找李宇文啊，他老婆不是你领导吗？让他去说说情去。不，这种事儿没有必要。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两码事。那倒也是，估计李宇文也管不了他老婆。我听说他老婆自己就是个加班狂，所以你在他手底下，估计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他今天就找我谈话了，要不然我怎么会这么晚才回来啊？你说工作都做完了，还坐在那儿干什么呢？可是你要进职场了，本来就不会有自由了，板子在人家手上，你就得听喝，知道吗？所以呢，我劝你收起你的摇滚精神和叛逆精神。我就觉得不合理。那付你工资的人觉得合理啊？反正我是不打算默默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加班。来 A 吧。什么 A 吧 ？A 什么 A？我账都结过了。那你算一下多少钱，我转给你。真的没这个必要。你看前几天李总还给我们部门上了课，这一餐饭就当我们表示感谢。那不行，那吃人嘴短，那以后我还怎么公平公正的审你们部门项目啊？我错了，这跟工作无关啊，跟这节课也无关，纯属于我就是一顿饭嘛，而且我从来不会让跟我出来吃饭的女士花钱。男人应该买单这种事情啊，表面上看好像是对女性的体贴和照顾，但底层逻辑其实是对女性的弱化。我在你面前都弱爆了，我哪还敢弱化你呀？我请你吃饭纯粹是因为我邀请的你，而且女人嘛，时不常的买些化妆品啊、衣服啊、包包啊，开销挺大的。像吃饭这种小钱，就让男士承担一下，挺好。霍总，我买包、买表、买化妆品、买衣服这种事情，纯粹为了取悦我自己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还是你觉得我干这些就是为了取悦男人啊？那你这个思想还挺危险的，这就是男权思想的铁证啊！你扫我吧，就 AA 挺好。多少钱？我算一下。归国精英这点账算这么久啊？我之前交给你们组负责的全国市场调查怎么回事？怎么把数据做成全省的了？我那个已经改过了，我已经把全国数据放进去了。
谁负责的？是我，可能是我那天加班加到太晚了，又是我一个人在做，所以忙中出错。你一个人？沈慧星呢？他呀，说是做尽职调查去了。什么叫说是？就是他总这么说，我都摸着规律了。周一、周三、周五不是做尽调，就是有业务需要外出，一到6点半就准时走人。就周二、周四能走得稍微晚点儿。我听他打电话那意思，是因为老公在家呢。1、3、5、2、4、6，还挺有规律。反正确实挺奇怪的。不信您瞧着吧，今天是周五晚上，他肯定又要去做尽调。出去吧。是，董总。董总，我其实也发现了，这个沈慧星啊，走的还是早。上次算是跟他白谈了，还得想办法规制他。董总，您是不是有点太纵容沈慧星了？直接告诉他不加班就走人啊！能力强的人就别指望他太听话。你没有工作吗？有。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董总说了，今后咱们部门不管是谁出去尽调都要提前打报告，还有外出谈业务也是一样，没打报告就不能去，而且像这种外出，不管到几点，都要回公司打卡，否则就按早退处理。沈小姐呀，我刚才给糖糖爸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在出差回来的高铁上，这最快也得8点多才能到家呀。我今天晚上确实有事儿，我7点钟就得去换班，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这实在是等不了了。哎呀，那怎么办？我今天7点也回不去啊。你看那样行不行？能不能再麻烦一下蒋小姐，把糖糖送她家呢？啊，不行，不能老麻烦人家。你这样吧，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啊。啊，那行吧。哎呀，慧星，你包没拿？我去卫生间，我拿包干嘛？卫生间。5分钟到家，然后再过1个小时升江川就能回来，然后再5分钟回到公司，然后就。爱几点下班就几点下班吧。我的妈呀，这幸亏是单位离家近。哎，你回来了！哎呀，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那我走了。妈妈，我要你来给我讲故事。好，妈妈喝口水啊。哎呀，
你这个数据怎么又出问题了？错别字都不检查的。我说了多少次了，投资工作就是要细致入微。你做的每一份报告都代表着公司的形象，你这种错漏百出的报告拿得出手吗？对不起啊，董总，我重新做。沈慧香去洗手间了，去就去吧。我以为您要找她，她都去了1个小时没回来了。连时间都帮他看着呢，看来你心挺细的呀。把你的细致用在工作上，不要再出错了。巨人走后，希勒就爬了出来。晚上，罗莎流着眼泪求希勒跟父亲外出打猎，可是希勒毫不在意，仍旧不跟父亲去打猎。早上等国王走以后，妈妈，你接着读啊。好的。可是希勒毫不在意，仍旧不跟父亲去打猎。妈妈，你这块都读过了。他读过了吗？妈妈读到哪了？读到这儿了。读到他说你把我藏起来就是了，是这儿吗？我回来了。我接着给你念啊。慧晶啊，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聊什么呀？就上回那事儿。等我回来了啊！哎，爸爸，你出差回来啦？啊，宝贝，妈妈风风火火干什么去了？妈妈要回去下班呀。应该是回去上班吧？不对，就是下班。妈妈告诉我的。你这怎么了？出这么多汗？卫生间空调坏了。咱们组内市场报告又出问题了，董总说今天必须改完，改不好都别回家。你交了哪个版本？还有几个版本啊？不就是文件名是市场报告的那个吗？你没有看见这括号改啊？还有这个。沈慧星，董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发一个邮件我就去。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我回了趟家。工作没有做完，就中途回家？我做完了，那份市场报告我改完了，数据和错别字全都改了，只不过他们交的时候交错了版本，我把对的版本刚刚发您邮箱了，您可以看一下。好，那问题是交错的时候你人在哪儿？你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一下？在我的观念里，一组就是一个团队，我交给你们组的工作就是所有人的工作。如果这么说来，你的工作并没有做完，至少不完美。我知道你觉得有些人的能力不如你，那就从你的角度来说说。你每天6点半下班，你觉得你自己的工作量饱和了吗？你的流程熟悉了吗？如果我让你单独接项目，你能接吗？董总，我不是不能加班，周2和周4我都可以，加班到几点都行，但是1、3、5我真的不行，我女儿在家没有人照顾。你这话说的可就没有道理了啊！
公司给你开工资，而你却想着给家里出更多力，那你干脆回家好了，让你先生给你开工资，那样更理所应当。我自认为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我也有孩子，可是我每天9点、10点、11点才下班，人家都是全职妈妈，我是全勤妈妈，我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请过1天假。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没面试就把你招进来吗？不知道。因为我听到你在婚联凯那儿面试说的话，你说你想成为一个很酷、很有力量的妈妈，你想成为孩子的榜样。你说孩子就是你奋斗的意义，是你最大的工作动力。这些话都是你说的吧？是。所以我连问都没问孩子会不会影响你这种问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把孩子扔在家里出来工作的金融街妈妈都应该是一样的。既然已经付出了跟孩子分离的代价，那就应该在职场上拿到最大的回报。你要是不拼，你就白跟孩子分开。如果你没有这种对成功的渴望，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你还不如回家。董思佳这么跟你说的，那他会不会想要把你给开除了？晚上6点半才开始干活的人都没被开除，我凭什么被开除？不能这么比啊！会做的不如会说的，肯干的不如会表现的，向来都是这样。董思佳说的努力，我认同；说拼，我也认同；说对事业的渴望，我也是有的。但是拿加班当努力，我真的没有办法认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你就这么跟董思佳说的？我疯了，除非我真的不想干了。对，你想想当初找工作多不容易，所以你现在遇到再不开心的事儿，你该忍都得忍，别去唱高调，更别去抵制什么加班文化。你看着点儿，人家几点走你也几点走，大差不差就行了。不过至于那个总是在背后给你穿小鞋的，你也可以在背后给他扎扎针。不就办公室那点事儿吗？谁不会呀？我觉得昨天晚上就是一个好机会，你完全可以跟董思佳说，那个人每天6点半才开始上班。他去跟董思佳说我6点半下班，我再去跟董思佳说他6点半开始干活，那我们俩有什么区别啊？不是一类人吗？那你不在背后给他扎针儿，你还想当面跟他比量比量？我跟你说吧，我观察了，办公室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工作的，只有极个别李莎这样的人，一到下班的点儿，屁股上就像涂了胶水一样，粘在椅子上动都不动，弄得别人也不好意思走。其实白天的活早就都干完了，这种害群之马就是应该整治整治。走。真行啊！想不到背后说人还有一套啊！你说什么？我说，祝你大展宏图，前程万里。他辞职了？不是辞职，是董总直接把他给开了，而且连任何缓冲期都没有的那种，直接去财务那儿领钱走人，所以他才这么大的怨气，就都冲你发了呗。好了，这周的工作问题就说到这儿吧。下面说点别的。我今天把李莎辞退了，大家都看到了吧？李莎1年前入职，这1年来，她每天下班比我还要晚。我看了一下考勤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第2天凌晨才走。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说，
像他这么努力的员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这么被辞退，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我要说的是，投资公司的饭碗，不是谁想端就能端的。像李莎这种没有能力加班来凑，对不起，不需要。我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些什么，我也没有这个闲工夫盯着每一个员工，但我看到的是，他连续半年没有交出一个像样的项目来。他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晒加班。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哪有这个闲心晒加班啊？当领导都是傻子吗？我不知道我们部门还有没有像李莎这种自作聪明的。如果有，我劝你尽快让我看到你的改变，否则下一个走的人就是你。金融圈有的是人才，但缺的是岗位，有大把能力强、态度好、肯吃苦、能加班的人等着进来呢。行了，就到这儿吧，都忙去吧。沈慧星，流程熟悉的怎么样？如果没有问题，就准备正式进项目吧。看了这么多家店，大部分还是在卖丁明山的产品。是，目前他们市场份额就是最大。不过我有信心，等我突破了我那项技术难关之后，一定能反超他们。你得抓点紧，是个人在外地也惦记这事儿。小姐，我推荐您看这款 MateBook X， 它非常的轻薄，重量只有1000克，而且还可以和手机多屏协同，非常适合女生。哦，您可以看一下，还可以支持触屏。佘小姐。啊！哎呦，白总这么巧啊！哎呀，我不是什么白总，叫我小白。你过来买东西啊？啊，对，我的那个旧电脑进水了，想过来买个新的。哎呦，你说这不是巧了？来，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大神啊，让他给你推荐推荐。略懂而已。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魔豆科技的 IT 民工。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不是金融民工吗？咱都打工人了吗？是不是？你好，我是佘甜甜。你好。啊，对了，佘小姐，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还没呢，上次那个事情真是让我有点害怕了，这段时间还没找新工作呢。是，上回那事儿确实是吓人，你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哎，你后面要是再找工作的话，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要是帮不上，还有盛总呢，盛总老跟我提你，说感谢你，说你好，说甜甜这孩。可别这么说，我倒不好意思了。说真的，你说这年头像你这么见义勇为的女孩少了。行了，咱不闲聊了，别耽误你正事儿，你赶紧买电脑，什么配置的你们聊聊啊。行，我也不需要什么配置的，就是旧的那个进水了，听说修也要花不少钱，可能还不如买个新的。如果就是进水了，没必要换新的。你可以拆下配件晾干试试，光驱、硬盘、内存都拆下来。只要在拆卸外接和抽换式模块零件的时候小心点就行，很简单的。啊，还真是挺简单的。那我赶紧回去试试啊。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加个微信吧，你有不会的可以随时问我。啊，好。我扫你吧。哎，行，我加上了，那我先走了。白总，我先走了啊。哎，回见啊。哎，我叫黄晶。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事儿啊？你怎么脸这么红？你热吗？有吗？这不有空调吗？我问你话呢，你们刚才说什么事儿？你怎么这么八卦？天哪，还有这种